段时间，关于谭松韵的讨论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，理由依旧没有新意，30多岁，没有公开恋情，没有结婚。仿佛在某些人的逻辑里，这样的人生就自动被归类为需要被提醒、需要被修正。但我们真的应该这样看待一个女性的人生吗？从小到大，社会似乎早就替女性写好了一份人生流程表：20多岁恋爱，30岁前结婚，35岁前生子。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节点，一旦错过，就仿佛偏离了所谓的正轨。久而久之，这种观念甚至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，让很多女性在还没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时，就被推着往前走。可问题在于，人生从来不是一场统一考试，没有标准答案，也不应该有统一进度。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同，经历不同，内心需求也不同。有人需要时间去探索自我，有人更愿意专注事业，也有人希望慢慢建立关系。这些选择本质上没有高低之分。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赶时间而进入婚姻，那么这样的决定真的会带来幸福吗？还是只是在完成一项被社会认可的任务？谭松韵的状态恰恰提醒我们，人生不需要被统一定义。比起按部就班的完成节点，更重要的是清楚自己为什么做出每一个选择。真正成熟的人生，不是按时交卷，而是认真作答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外界的声音无处不在，尤其是公众人物的一举一动，都会被无限放大、解读，甚至评判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保持内心的稳定，其实是一种难得的能力。我曾在工作场合见过他，那是一个普通的拍摄间隙，周围的人在聊天，有人轻声议论他的年龄、他的状态，甚至替他规划未来。而他却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看剧本，灯光落在他的侧脸上，他的表情专注而平和，仿佛那些声音并不存在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从容并不是没有外界干扰，而是即使有干扰，也不被带走。他不是听不见，而是选择不回应。他清楚哪些声音值得在意，哪些只是噪音。这种能力其实来源于内心的确定感。一个人只有在明确自己的方向时，才不会轻易被外界左右。否则，任何一句评价都可能成为动摇的理由。他的从容不是刻意表现出来的淡定，而是一种长期自我确认后的自然状态。这种状态比任何语言都更有说服力。它告诉我们，真正强大的人不是声音最大的人，而是最不容易被外界声音影响的人。长期以来，婚姻被视为女性人生的重要终点，甚至是衡量成功的标准之一。好像只有走进婚姻，人生才算完整。但这种单一的评价体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审视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。有人在婚姻中找到归属感，有人则在事业中实现自我价值，有人渴望家庭的稳定，也有人享受独立的空间。这些选择背后是不同的人生理解，而不是对错之分。谭松韵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更像是一种自我经营。她认真拍戏，精心挑选剧本，在生活中保持简单而规律的节奏。比如她在片场带饭，那份番茄炒蛋看似普通，却透露出一种稳定的生活气息。这种稳定并不是外界给予的，而是她自己建立起来的。她没有把归属感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，而是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让内心保持踏实。婚姻可以是归宿，但不应该是唯一的归宿。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是否找到了让自己安心的方式。无论这种方式是家庭、事业还是自我成长，只要是出于内心的选择，就值得被尊重。在公众视野中，人们往往习惯把看不见理解为没有。尤其是在感情问题上，不公开恋情就很容易被解读为单身，甚至没有经历。但这种推断其实过于简单。事实上，越是成熟的人，越懂得为自己的生活设立边界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分享，也不是所有的情感都适合被讨论。尤其是亲密关系，一旦被过度曝光，很容易受到外界评价的干扰，甚至影响关系本身的稳定。在我接触过的一些演员中，有不少人选择低调处理自己的感情。
他们并不是没有情感，而是希望把最真实的部分留给自己和对方。这种选择恰恰是一种对关系的尊重。谭松韵的处理方式也体现出类似的成熟。他没有迎合大众的好奇心，也没有刻意制造话题，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作品和生活本身。这种克制并不是冷漠，而是一种清醒。感情从来不是 KPI， 不需要被量化，也不需要被展示。比起有没有，更重要的是是否合适。在没有遇到真正合适的人之前，保持独立和完整，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状态。关于年龄的焦虑，在女性群体中尤为常见。很多人被反复灌输一种观念，年龄越大，价值越低。但这种说法正在被现实一点点打破。随着时间的积累，一个人的经验会变得更加丰富，判断力也会更加成熟。面对问题时，不再轻易慌乱，而是能够从多个角度分析。这种能力是年轻时很难具备的。在片场，我曾看到他反复练习一段台词，从语气到节奏，一遍一遍地调整。那种耐心和专注，不是短时间可以培养的，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。正是这些积累，让他在不同角色之间游刃有余。现实中的女性也是如此。随着阅历增加，很多人变得更加自信，也更清楚自己的底线。这些变化并不是衰退，而是成长。年龄带走的可能只是某些表面的优势，但它同时也带来了更深层的力量。真正决定一个人价值的，从来不是数字，而是他如何使用这些时间。女性有花期这一说法，看似浪漫，实则带有明显的限制意味。它暗示女性的价值是短暂的，一旦过了某个阶段，就会迅速下降。但现实远比这种想象复杂得多。人不是花朵，不会在固定时间盛开或凋谢。人的成长是连续的，是可以不断延展的。一个女性的吸引力也不仅仅来自外貌，更来自她的经历、气质和思考方式。谭松韵的状态很好地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。她既可以演绎年轻角色的灵动，也可以展现成熟角色的深度。这种多样性正是时间赋予她的能力。真正让人着迷的，从来不是年轻，而是鲜活。一个不断学习、不断成长的人，无论处于什么年龄阶段，都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花期论的问题在于，他试图用一个固定的框架去定义复杂的人生。而现实是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，有自己的高光时刻。真正重要的，不是你在哪个阶段，而是你是否在持续发光。他的选择并不是在对抗婚姻，而是在选择主导自己的人生。这种主导权体现在很多细节里，选择什么样的剧本，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，如何处理外界的声音。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有人陪伴，而是来自我可以为自己负责。当一个人拥有这种能力时，无论是否进入婚姻，都不会迷失方向。我们这个时代看似选择很多，但实际上隐形的规则也不少。尤其是对女性来说，依然存在各种期待与评判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能够坚持自我节奏，不被外界绑架，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。它所展现出来的，并不是某种特立独行，而是一种温和却坚定的态度。我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，但我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这种底气，不张扬，却有力量。写给每一个正在被时间表催促的人。30岁从来不是倒计时，而是重新出发的起点。不要因为外界的声音而怀疑自己，也不要为了赶进度而匆忙做决定。